陈新年准备用导弹炸毁张毅的庇护所，他却不知道张毅已经回到了以前居住的岳麓小区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小区这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人都死光了吧？他们有没有不知死活的跑过来抢你？尤大叔嘿嘿一笑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！你离开之后又过了一阵子，他们以为安全了，就跑过来找我。一开始是跟我谈人情，求我可怜他们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漠视那1个月之后，咱也不是什么圣人了，所以干脆的拒绝了他们。那些人后来逼急了，想要来硬的，于是我就把他们全都送走了。尤大叔说的云淡风轻，不过倒是有一批人还活着。张毅闻言愣了一下，随即本能的说道：“不可能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没有外部物资输送，其他单元楼的人根本活不下去。他们又不像尤大叔这样拥有异能，并且还有张毅馈赠的雪地摩托车。”尤大叔抽了口烟，笑道：“是真的，而且那些人你很熟悉，就是18楼的李健那伙人。”李健，张毅挑了挑眉，眼睛里面露出一丝意外的神色。李健的那栋楼，当初的确给了他一些震撼。那群人选择在末世当中以文明的状况共同存活下去，没有争抢物资，没有彼此之间的杀戮，也没有违背人的本心去吃同类。结果，那栋楼的人竟然坚挺到了最后，反而成了小区里面存活率最高的单元楼。可张毅一直觉得他们不可能活得太久，虽然当初给过他们一些粮食种子，也没有想过他们真的能种植出来粮食。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吗？张毅好奇地询问道。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尤大叔哈哈笑道：“当初你不是说过了吗？让我不需要跟他们过多的接触，免得被他们背刺。他们畏惧你，不敢过来，我也不愿意去冒险，所以就未曾跟他们有过接触。只不过那栋单元楼里面总是能够看到活人的影子，我就知道他们还活着。”张毅的心中愈发的好奇，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熄灭了，回头过去看看这位老朋友。对了，前一阵子这附近出现了一批类似于苦行僧的人，人数还不少，起码几百个。张毅眉头一皱，这么多，人数越多威胁也就越大。尤大叔却说道：“一开始我也挺担心他们是过来抢东西的，不过那些人看着似乎没有什么恶意，我跟他们接触了一下，才知道这些人是一个叫拜雪教的宗教里面的信徒。”张毅笑了，拜雪教听起来就像古人畏惧天灾，从而把各种灾难封神崇拜一样，雷神、雨神、水神、瘟神，现在连雪神都有了，不过是寻求心理安慰，而寄托在某种超自然的存在上。这也不奇怪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总有羊群喜欢成群结队，宗教的发展都是在混乱的时代才最容易，因为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需要信仰来支撑自己忍受苦难。尤大叔的声音变得低沉了起来。可是那些人的确有些不寻常，他们的领头人叫大法令，他找到了我，一下子就看穿了我是异人的事情。尤大叔看了一眼张毅，而且他还说能够帮我开发异能，让我变得更强大。张毅的表情变得有些严肃起来。这是一个异变的时代，什么样诡异的能力出现都不会使人惊奇，不过能够让人提升异能力的异能的确很让人心动。但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别人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帮助你，这个人极有可能是骗子。至于发现你是异人也不奇怪，可能是在外面偶尔看到你使用能力了，即便他是真的，他又凭什么无缘无故的帮助你？尤大叔点了点头，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，毕竟你说过我们不能够相信陌生人的善意，所以我拒绝了他。不过他似乎又去小区里面找了其他的人，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。张毅略微一思索，便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些自称拜雪教的教徒是去找了李健他们？毕竟如今小区里面的活人只有18楼的居民和尤大叔2口子，我想应该是吧。”张毅看向窗外，透过结满冰霜的玻璃，依稀能够看到城市中死寂黑暗的一栋栋高楼。他思索了良久，方才说道：“我出去一趟，你是要去18楼吗？要不要我陪你一起？”张毅微微一笑：“不用了，他们不过是一群普通人而已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”话虽然这么说，不过张毅还是很自然地穿上了整套的作战服，并且把花花也给放在肩膀上，真的近身搏杀。花花的战斗力比尤大叔还要强一些，毕竟猫科动物的爆发力和速度远远胜过人类。张毅走到18楼之前，掏出手枪，拉动枪栓之后朝天空开了2枪。一间房子里，李健透过窗户看到开枪的人，一下子就认出了他。这下子糟了，李健的内心一片冰凉，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怕是要结束了。旁边，李健的妻子和儿子走过来，大不了我们跟他拼了，好不容易我们才看到活下去的希望，为什么他又要出现了？如果被他发现了那件事情，我们整栋楼的人都会死的。面对紧张激动的妻儿，李健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我过去跟他谈谈吧，你们千万别冲动，哪怕是我们整栋楼的人一起上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”李健对妻儿说道：“如果我有个3长2短，你们不要想着给我报仇，好好在这里守护住我们最后的希望。”妻儿的眼睛里落下泪来，虽然不愿意看着李健去送死，却也明白当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。李健从怀里拿出手机，给邻居们最后留下了一段话，然后便走出家门，朝着楼下走去。不多时，张毅就看到李健从6楼的窗户爬了出来，只不过这一次见到李健，张毅也是吓了一跳，他太瘦了，瘦的几乎只有皮包着骨头，如果不是靠近了看，张毅甚至会觉得这是一具干尸。之所以能认出来他是李健，还是通过他戴着的那副昂贵的博伦奈眼镜，那一副眼镜起码得5000多。李健，好久不见了呀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张毅淡淡的打着招呼。张毅，你是张毅对吧？李健询问道。张毅点了点头，是我。他抬起头，看到窗户后面人影攒动，不由得惊讶道：“我离开了1个多月，你们单元楼里面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活着。”
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奇迹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张毅望着李健询问道。李健艰难地吞了口唾沫，回答道：“主要靠的还是你留下的那些粮食种子。”什么？你们真的把那些粮食种活了？张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么冷的天气我就不谈了，1个月的时间，什么粮食能够收获，并且供给你们食用？忽然之间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张毅的脑海中浮现而出。他深深看了李健一眼，看样子你们单元楼里面也出现了变异人了。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变异体出现了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张毅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。如果他发现任何异动，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击杀面前的人。李健没有否认，他只是在张毅面前缓缓跪了下来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保护好你留下来的那个孩子。我知道你非常愤怒，但是在这种条件下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你要杀的话就杀我吧，但请你不要伤害其他人，他们是无辜的。李健说完这话，就平静地准备赴死。他本不打算死的，可是作为18栋的楼长，他知道自己不死的话，难以平息张毅的怒火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楼里面忽然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：“李健，你不可以死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呀。”张毅抬起头看向6楼的房间，一群人出现在了那里。站在最前面的人有些眼熟，似乎是当初和李健一起领走良种的老人。老人名叫葛成化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农学教授。他领着一群邻居走过来，众人的脸上都带着坚定的神色。张毅，没有养活好你送来的孩子是我们的过错，可李健是我们的希望，请你放过他，让我替他死吧。葛成化毫不畏惧地望着张毅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你想报仇的话，就取走我的性命吧，反正我也活够本了。”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说道：“让我来，杀我好了，我光棍一个，不怕死。”邻居们争相上前，要代替李健去死。李健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你们这群人争相赴死的场面让张毅看得稍微有点感动，却也有些无语。他冷笑了一声，问道：“谁说我要你们死了？”李健错愕地望着张毅，垂手愧疚地说道：“你送过来的那个孩子我们没有养活，你不可能原谅我们的吧？”张毅深吸了一口气，看李健这群人的眼神有些像看弱智。原来是谢丽梅的那个孩子死了。果然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奇迹，一个襁褓中的儿童太过脆弱，即便在和平时代也容易得病，更别说处于冰河时代的极寒气温之下。李健等人之所以害怕，是因为他们以为那孩子对张毅很重要，却不知道张毅把孩子丢给他们，是因为他觉得那孩子是个累赘。要不是因为他怕自己有心魔，当初就亲手把那个孩子给送走了。现在他死了也就死了，张毅并不在乎。于是张毅开口道：“我知道你们对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办法。李健，你起来吧。”张毅让李健站起来，不要再跪着了。听到张毅这番话，李健愣了一下，随即内心狂喜，自己不用死了。李健感动不已，觉得张毅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好人。18栋的邻居们也常常松了一口气。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，靠的到底是什么？详细跟我说说吧，我很好奇。张毅直接说出了自己过来的目的。李健自然是不敢有任何隐瞒，他伸手请张毅进入单元楼里面，这一切您过来亲眼看一看就清楚了，我会慢慢向您解释的。张毅看着那黑黝黝的楼道，伸手摸了摸花花的脑袋，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好啊，过去看看，有这个超级保镖在，他还真不怕有什么危险。李健在前面带路，张毅和他一起往楼上走去。路上，李健和他讲起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。自从得到你赠送的种子以后，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，试图让它们生根发芽成长起来，但是尝试过后的效果都不算很好，种子也是大量在死亡，即便有存活的，生命力也非常孱弱。一度我们都已经绝望了，甚至考虑组织一批敢死队出去寻找食物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来了一批自称拜雪教的教徒。张毅的眸中金光一闪，拜雪教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们现在能够活下来，是因为得到了他们的帮助？李健并不敢对张毅有所隐瞒，他说道：“他们的人过来找到了我，说是可以帮助我们活下去，并且可以让我拥有超凡的能力。那个时候的我们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，于是我就答应了他们的条件。反正大家都快要死了，现在不管怎样的条件我们都会接受。”张毅也很好奇，对方到底提出了怎样的条件，才可以值回他们付出的东西。李健却说道：“但是他们却说，只要我们信仰雪神就好，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。”张毅嘴角露出一抹冷笑，他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免费的午餐。某企鹅就用自身为例子，教导了全国无数年轻人，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。那你现在拥有了什么能力？张毅盯着李健询问道。李健老老实实的回答，他把一颗白色的种子种入了我的眉心，就在这里。李健伸手点了点自己眉心的位置，我感觉浑身像是被丢入了冰窖里面，然后又是一阵火烧般的炽热，随后我的身体就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力量。你瞧，李健当着张毅的面把自己右手臂的衣服撸了上去。张毅看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，他相信任何密集恐惧症患者看到这一幕都会头皮发麻。李健干瘦的手臂皮肤下面布满了一颗又一颗的凸起，而且还有密集的网状根须深深扎进血肉里面，整条手臂已经不像人类的手臂了，反倒像是一种培养皿，眼睛能够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这种凸起的小疙瘩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张毅吞了口唾沫，心里有些抵触这种诡异的感觉，可还是开口询问道。李健说道：“这些都是粮食的种子。”他看着张毅，露出了一个虚弱的笑容。我的能力就是用自己的肉体来培养植物，经过我的身体培养出来的良种，不仅生命力更加旺盛，而且成长速度也会更快。张毅沉默不语，他只是深深看了一眼骨瘦如柴的李健，
总算是明白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如今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光是用你的血肉培养粮食，但也无法满足种植所需要的养分吧？张毅淡淡的说道。啊，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，我们可是有葛教授在的，他呀是农学领域的专家。李健带着张毅来到了一个房间门口，伸手去拧开门把手的时候，他略带歉意的看着张毅。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让你有些不适，请多见谅。张毅不以为然的笑道。你以为我还有什么没见识过的啊？说的也是。李健说完，伸手打开了房门，一抹绿意映入了张毅的眼帘。他感觉到温暖而潮湿的空气，入眼一片青翠碧绿，而这房间里的一切的确是充满了诡异。这是一个种植室，里面都是各种培育出来的粮食，郁郁葱葱，长得非常旺盛。可是它们扎根的地方却并非是土壤，而是一具具尸体。植物扎根在尸体上面，汲取养分，然后茁壮的成长。李健对张毅说道：“由于缺乏养分，所以我们只能够对死去的小区居民们下手。”张毅撇了撇嘴，笑道：“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最起码你们懂得废物利用，这样既不用因为同类相食而产生道德的负罪感，又不会浪费任何资源。”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问李健道：“那外面那些坟墓也是你们为了储存尸体而建起来的吗？”李健有些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，的确是这样。张毅在房间里看了看，粮食生长的都非常不错，而那些尸体早就被汲取干净了养分，变成了白骨。尸体上还有不少土壤，剩余的养分和微生物则是会被土壤吸收，真的是一点都不会浪费。像这样的培育室，你们单元楼里面有几间？张毅伸手捏了捏一株小麦的叶子，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一共有3间。”不错，自食其力挺好的。张毅看了一眼李健，不过再这么下去，你可是会死的哦。3间培育室，每一颗种子都是吸收了李健的血肉而成长，对他来说透支的是生命力，等于是用他的生命来换取粮食成长的希望。李健挠了挠头，哈哈笑道：“反正这种时候，就算什么也不做，还是得死啊，倒不如尽力去做些什么，然后让我的妻儿可以活下去。”李健提到自己妻子与儿子的时候，眼睛里满是温情，那是一种叫爱的东西。张毅不由得对李健产生了一丝钦佩，或许有一天他有了孩子也会这样，不过那一天起码也要等到末世度过以后了。李健，让我看一看你的能力吧。张毅收起了自己的同情心，目光严肃地盯着李健。目前为止，他已经见过许多人造异人了，暂且称之为改造人好了。而改造人的能力，比起天然觉醒的异人都要差很多。李健的能力很实用，但并没有展现出足够强大的一方面。张毅想要确认一下，那所谓的败血教大法令的手段，能够激发人的潜能到何种地步？李健闻言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目光坚定地答应了下来。虽然这种事情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，但是他无法拒绝张毅，或者说没有谈条件的资格。我明白了，现在我就让你看一下我的能力吧。